国宝大熊猫都有哪些洗澡方式？有的享受人工服务，有的洗出杀猪叫。只见虫虫顶着2把小刷子翘起脚，慵懒地享受外公的人工搓澡服务，而且还会主动翻身指使对方再搓搓背。看这娴熟的动作就知道他没少搓澡。有的饲养员为了让熊孩子听话，特意让奶妈给他投喂转移注意力，而奶爸则拿着扫帚咬着牙拼命搓。能看得出熊孩子的屁屁是真脏。别的小熊都是专心享受奶爸服务，而萌兰却坚持要给发箍奶爸搓澡，嘴巴咬住衣服，用手往上面撩水。拗不过的奶爸只能任由好蛋儿捣乱。通常情况下，熊猫宝宝喜欢近身服务，但也有例外，比如虫洞2馆长于爱，被奶爸奶妈摁着洗澡时直接发出杀猪叫，使出吃奶的劲，想要挣脱豆沙了。不过我们爱姐并非不爱干净的小熊，只是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被按着洗澡。当馆长在可爱兄妹的外场安装淋浴后，于爱高兴的直接把饭桌搬到了淋浴下，只可惜没多久淋浴就坏掉了，直接倒反天罡往院子外面喷。爱姐的快乐源泉就这样无了。如果要问虫洞谁的洗澡画风最治愈，那绝对是会给小黄鸭洗澡的芒小五。或许是觉得鸭嘴的颜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他很认真的用手沾水帮鸭鸭擦嘴巴。单纯懵懂的模样，一整个萌化一亿的辛巴。因为成年大熊猫具有一定攻击性，除了奶爸上道具，就得熊孩子自己洗了。某次春节期间，虫洞馆长给二顺洗澡时，就是把它装进笼子里，手伸进去搓洗皮大衣，而二顺则全程老老实实的待在笼子里。梅兰肉肉洗澡时因为太过兴奋，洗着洗着就发出了黑山老妖的笑声。没想到小家伙私下竟然烟酒都来。而福宝洗澡就比较有韩国特色，狗狗碎碎的表情和带有节奏的动作，一整个摇到一亿的心上了。回国后再泡澡则多了一份慵懒，还时不时挠挠自己的小脚丫。同样是上班福宝的状态让所有打工人泪目。其实熊猫洗澡不一定是用清水，也有可能会用泥浴或者沙浴，通过摩擦打滚的方式达到洗澡的目的。而这也是众多挖美小熊的由来。只见小将的身上已经沾满了泥土，但他仍继续往身体以及脸颊上打阴影，期间还从土里扒拉出了一条草根。这下小将更起劲了，总觉得里面还有宝贝。香果同样是喜欢泥浴不喜欢水浴，上班前白白净净，下班就成了小煤球，怕妈妈忘记揍他，还特意往对方身上蹭，结果被香槟妈妈嫌弃的一脚踹开。别的小熊下班都是被饲养员抱回去，而邋遢的小香果却是被饲养员气回去的。一人一熊6条腿愣是跑的只有1条沾地。现在的香果别说飞了，恐怕起身都费劲。看到梁月出关后上蹿下跳的整活，以为他怀崽的网友们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前几天是美少女壮士梁月的生日，馆长一早就在和奶爸们准备生日宴，还在蛋糕前摆了一只小黄鸭玩具。当时大家都猜这是暗示生了单胎，没曾想有网友默默来了句黄了呀。好家伙，汉字果真是博大精深。不死心的姨姨们本想挣扎一下，然而看着虫洞布置的生日标语，做一个自由快乐的美女熊，再结合梁月的双排纽扣并不明显。吃饭时也不像好奇那样经常关心内饰，网友们悬着的心终于还是死了。原来孕相都是假象，骗吃骗喝才是真。不过这次梁月炸糊，最高兴的恐怕就是绯闻男友林岩，说不准明年自己就有机会了，再也不用眼馋别人家的熊猫宝宝。隔壁盲仔母子听说梁月炸糊后，母子俩叠趴在一起，笑眯眯的近距离八卦，看样子准是吃到了第一手瓜。虽然待产期间吃的饱大腰圆，但几10天的闭关还是把梁月编回来。炫完蛋糕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整活。先是靠在树上扭屁股蹦迪，随后又磨刀霍霍折腾院子里的绿植。先前兰香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时候，游客总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能玩，然而当美少女壮士回归后才发现，能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只因地上的树杈妨碍自己肆意翻滚，梁月直接站起来，小手轻轻往上一提，扎根在土里的树杈就这样被拔起来，感觉她如今有种和林岩一决高下的风度。而当被游客问起是否生了宝宝后，梁月翻着白眼，满脸的不屑和蔑视，仿佛在说凉面凉粉凉皮到没有，吃了一肚子粮草，要不要窝出来给你看？并且梁月的后肢力量简直强得可怕。只见他仅凭2腿稳稳当当的来到吊床前，这几步路走的不知道的还以为皮套下身，感觉他都能和丁丁手牵手出去逛街了。不仅如此，梁月仗着自己身高腿长，还经常出现在吃瓜第一线。盲仔在隔壁教育外甥莽小五的时候，梁月趴在玻璃上，简直比当时熊还兴奋，恨不能直接打破围墙帮3姐揍娃。很难不怀疑梁月是看到小五这么皮，才决定多过几年潇洒的单身日子。虽然不知凉面凉粉凉皮何时能成为现实，但能确定梁月绝对是不好惹的辣妈。没想到被熊猫人吓出狗叫的淘淘，身份背景竟然如此强大。淘淘是首只野化培训出生的大熊猫，2岁时被淘宝终身认养，名字也是上万名淘宝用户投票确定的。好家伙，原来淘淘的淘是淘宝的淘。前段时间淘淘被拍到找了新女友，就是有相同见鬼经历被野放的话言。果然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阿里更是自豪地将好消息昭告天下。虽然淘淘并没有生活在阿里动物园中，但依旧是金主爸爸心尖上的熊。此外，圈内还有很多背景强大的熊。金嘟嘟其实是中国金币家的2小姐，大小姐则是旅居芬兰的金宝宝。前几年中秋节，园方担心熊孩子想家，便特地邀请合唱团演唱《明月几时有》。
因为这群大老爷们的声音太过空灵，睡得正香的金宝宝还以为撞鬼了。胖大海不仅是北洞最肥美的小熊，还是影帝梁朝伟的外孙。他的妈妈英华1个月大就被对方认养，难怪胖大海从小就眼神细狮子，原来是随了影帝。花叶姐妹也是几个月大就被认养，金主爸爸是丝宝不锈钢公司，难怪他们家杯子卖的那么贵，原来是要给花花和叶子交生活费。当初金主爸爸家有一对龙凤胎，所以认养了同样是龙凤胎的花叶，只是没想到叶子女扮男装了3年多，真是阴差阳错的缘分了。而在这方面，浦发银行也有话要讲。他们认养的普发挨个性别反转，从姐弟变兄弟，再从兄弟变兄妹。浦发银行实力全是啥叫命中注定儿女双全，所以私保官方先不要着急，万一花花是1米8的哥哥熊呢？虽然小奇迹没有金主爸爸撑腰，但其实这小子有个更豪横的教父大卫。按国内熊猫终身认养费100万来算，大卫捐赠的钱可以认养84只小熊。七仔作为唯一一只圈养棕色大熊猫，先是被熊猫国际组织终生认养，后来又被国货之光鸿星尔克终身守护。这下就算七仔再送给阿宝扳手耳朵，2位金主爸爸也能轻松摆平一切。而二狗润月就更厉害了，因为太能吃引起饭扫光公司的注意，这下他终于不用抢花花爱酒的笋笋了，还是自家的下饭菜吃起来香。奥利奥作为熊猫界外号最多的小熊，被做饼干的奥利奥终身认养了，只是名字中间取的是莉莉妈妈的莉子，而头顶黑色 WiFi 的熊猫宝宝交易。金主爸爸是国内饮品巨头茶百道，因此他也被称为奶茶小王子。北洞前保安队长谷谷被中国移动认养，只能说谁要是想去招惹我们谷大爷，就要做好手机被断网的准备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被认养的熊猫呢？带娃不易，爱宝叹气。原来逼疯优雅的艾女士只需一个福宝。要知道，在福猪猪到来之前，小爱也是只甜美可爱的熊熊，每天被奶爸们的彩虹屁包围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忧愁。然而有了福宝这个逆女后，爱宝才终于体会到熊生险恶。当福猪猪上1秒造完青团，下1秒就把屁股往爱宝脑袋上使劲蹭，看到妈妈趴在木架上放空自己，调皮的福宝就一口一口咬后背的宝。不仅如此，妈妈吃饭他直接掀桌子，妈妈不让爬高，他偏要往最高的树上爬，甚至还胆大包天的给了爱宝1巴掌，气得爱女士直接死亡凝视震慑熊孩子。福猪猪看到老妈的眼神杀后，吓得瞬间呆滞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爱女士发飙胖揍自己。别看福宝认怂速度倒挺快，但他向来是口服心不服，每次在泥地里打滚把自己弄成脏脏熊，福猪猪就要找最爱干净的妈妈贴贴，以至于原本浑身上下白白净净的爱宝，左一块灰右一片黑，格外滑稽。而母女俩排排坐吃竹子的时候，满地的竹子都入不了福宝的法眼，非要作死去抢爱女士手里的。经过一系列生拉硬拽后，终于到手，可福猪猪刚要吃到嘴里，就发现爱女士甩来一记眼神杀，福宝瞬间静止，乖乖把竹子还给妈妈。果然再皮的小熊都害怕血脉压制，或许正是有了福猪猪这个前车之鉴，爱宝带双胞胎时主打能动手就不多逼逼。当贪玩的瑞宝非要往树上爬的时候，爱女士冲上去就是一个致命锁喉，吓得瑞宝连连求饶，才终于保住小命。不仅如此，前几天双胞胎过生日时，辉宝仗着寿星身份对爱女士重拳出击，看在生日宴的份上，爱宝本想忍忍，可牙都咬碎了，才发现根本忍不了一点。此外，辉宝和福宝一样喜欢咬妈妈的毛，爱宝猝不及防被咬下来一大块，瞬间炸了。追上罪魁祸首渣渣辉就是一顿胖揍，战况之激烈吓得江爷爷赶紧劝架。不过有时爱宝也会被双胞胎拿捏，姐妹俩一个抱头一个拖后腿，愣是让战斗力爆表的爱宝手足无措，最后干脆直接坐在木桥上摆烂。只能说拥有一个熊孩子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同时拥有2个。